声声说3日就能破案，结果呢？本朝首辅大臣被人当街赐死，这就是你中不王、你们申不赢的本事吗？陛下，申不赢萧北明求见。来得正好，让他进来。我倒是想看看他怎么跟朕解释。萧北明拜见陛下。好你个萧北明，沈大人之死，你难辞其咎。朕今天给你个体面的司法。陛下，此话从何说起？从何说起？从沈大人被人当街赐死说起。陛下，此事沈大人想亲自跟您禀报。臣沈弼拜见陛下。沈大人，任来生，做笔生意。臣找人做了人皮面具，足以以假乱真。马车上死的是关押在神不营的死囚。臣本想以此计抓捕叶煞，却不料无功而返。萧北明，可是你答应朕的，3日之内此案必有进展。现在3日之期已到，你今日最好给朕一个交代。臣正准备跟陛下禀报碑相血泪和3位大人的死亡真相。站起来说。谢陛下。师父。钟爱卿也站起来吧。师父。臣先从碑相血泪说起。虽然陛下命人擦去了碑相上的血泪，但事过留痕，还是被我发现了端倪。其实所谓的血泪，只是一种特殊的蜡而已。有一种蜡，原名为摩罗蜡，是番邦寺庙常用的一种祭祀物品，中原极为少见。此蜡常温下无色，但遇到温度上升，立即融化变色成血红色蜡液，又叫凤凰蜡，取凤凰浴火之意。祭祀之前，有人在碑相的眼睛上涂了凤凰蜡，一旦碑相流出血泪，他便着手杀死碑相上的功臣，造成天降惩罚的假象。这琅华阁戒备森严，那这贼人又是如何潜入涂蜡的呢？他不需要潜入，只需买通看守琅华阁的太监。他应该是没有想到此事会闹得这么大。臣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畏罪自杀了，亦或是被叶煞给灭口了。那朕的3位辅臣离奇死亡，这又怎么解释啊？臣先从陆大人说起。臣在陆大人被害现场发现路边2侧的树木有丝线捆绑的痕迹。臣推测，是因为陆大人骑马高速奔驰时撞上了凶手提前绑缚的丝线，割断了喉颈。此线极为特殊，名为血容线，是江湖上一个善用暗器门派所制。此线坚韧无比，但遇血顷刻即溶，在丛林中只会被当作蛛丝，不会引起人的怀疑。那秦大人和樊大人呢？秦大人无端烈火焚身，是因为秦大人的衣服被人提前涂抹过一种特制的燃料，其中有硝石的成分。而秦大人素有眼疾，伏案显奏时一贯离灯烛极近，被火引燃了衣裳，在特制的燃料助燃下瞬间烧成灰烬。硝石味苦咸，一尝便可辨别出来。樊大人长有面疮，痛痒难忍，每日必用药浴洗脸，药包确实无毒，但有一味药分量却不对。那味药叫狼附子，按理1颗足矣，但那天的药包里却足有5颗。过量的狼附子毒性通过面疮破溃之处入体，令樊大人浑身麻痹，无法起身，直至在脸盆中活活溺死。而那镜子上的叶煞2字，则是提前用酸液写好，热气蒸腾下自己显形罢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你有没有查清楚这个人的身份呢？虽然叶煞破了臣的局，但他的身份微臣很快便能知晓。既然他破了你的局，你为什么如此自信，一定能够查到他的身份？因为此局是臣故意让他破的。我是同意你用4驾马车来迷惑叶煞，但你怎敢背着我私自调用死囚来做局？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？师父，您息怒。那4个死囚罪大恶极，百死难赎，用他们做饵能救沈大人一命，乃是他们死得其所。你混蛋！
就算他们被定罪，在没有行刑之前都有翻案的可能。你有什么权利剥夺他人的生命？在你眼里，到底有没有王法？师傅，徒儿认为有为之法，自当履之。又于规矩之中，岂不自负手脚？特殊时期，特殊手段，不去变通，怎能破案？怎能抓捕叶少？我打死你！师傅，不是徒儿之所以瞒着您，就是担心您反对此事。当时局势紧迫，徒儿只有一赌，徒儿赌对了。陛下没有怪罪于我们，叶少也中计了。眼下当务之急是抓捕叶少，而不是你我在此争论。师傅。我爹跟我师兄在里面吗？这会儿可千万别进去了。他们从宫里回来以后，师傅就一直黑着脸，两个人好像吵起来了。什么？你办案太傲慢，我怕你早晚会栽在你的傲慢上。你现在还年轻，马上要跟雪曼成亲，我不想你走向歧途，将来后悔，你懂吗？师傅，您将我一手养大，又教我一身本领，恩重如山。您在我心中与我生父无异，我绝不会忤逆于您。若师傅觉得徒儿错了，待此案结了，叶杀落网了，徒儿再向您父亲请罪，届时要杀要罚，皆听师傅处置。罢了。圣人云：“不愤不启，不飞不发。”人呐，只有栽的跟头以后，你才能知道谨慎小心。此事暂且不提，等破了案以后再说吧。多谢师傅。师傅，你在宫里说你是故意让叶煞破局，好查出他的身份线索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当我查明三位大人的死亡真相时，便发现叶煞的身份绝非寻常。三位大人的生活习惯、行踪动向本是绝密，绝非寻常人能查到，所以徒儿怀疑。你怀疑叶煞是朝中之人？没错，但朝堂人员众多，必须要缩小范围，所以我利用那天从沈府出来的4辆马车做了文章。我以求援之名，将沈大人在4辆马车上的假消息定向传给了朝中具备作案能力的官员。然而，只有我跟的这辆马车出了问题。沈大人，沈大人，就是说，知道这条路线的人罪不可疑。执掌军部刺剑营的殷二爷，此人武功高强，行事诡秘，而且跟江湖门派交往颇深。叶煞手上有如此之多的稀奇古怪的犯案工具，他的嫌疑极大。通灵人梅白鱼，大理寺丞，他的一手暗器功夫出神入化，数米之外银针刺穴不在话下。苗杰，天树阁天官，天树阁存档朝廷卷宗，除了能掌握3位大人的行踪轨迹、生活习惯之外，而且他是游侠出身，一身本领深不可测。这3个人虽有嫌疑，但没有直接的证据，而且这3人位高权重，绝顶聪明，跟踪调查必定会被发现。如果想有新的线索，就得真凶再度犯案。若任由他犯案，还会有更多的高官死于非命。现在朝廷已经不能再承受更多的动荡折损了。其实并非没有办法，只要寻个契机，将他们3人聚在一处，设法询问。徒儿有信心能分辨出谁是真正的叶煞。什么办法？你是怎么想的？这是你跟雪曼的终身大事，岂能作为忌惮之用？这是眼下最合适的时机，错过了这次，不知道叶煞还犯下多少案子。叶煞凶残，万一出了事，你将如何收场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师傅，喝口茶吧。师傅，陪徒儿下盘棋。
这不是我教你的路数，此番你是兵行险招啊。这是徒儿自创的。师傅，您要不要跟徒儿赌一局？下棋就下棋，我从来不以下棋赌任何事情。一旦掺有杂念，这棋局啊便不纯粹了。师傅，我已经戳穿了叶煞的身份了，他不是我的对手，为何明日我不能在场？就是因为你太想赢他了。这些年你屡破奇案，没人是你的对手。论破案、击凶这种才能，连我都得承认你已经青出于蓝。那您明日更加应该带我。正因如此，你的心平静不下来。你太骄傲，甚至是自负。你把叶煞当成了可以跟你博弈的对手，而他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赢你。师傅，徒儿不明白。叶煞比你之前遇到的所有对手更加可怕，他善用人心，而你那颗骄傲躁动的心，就是你最大的弱点。看似你赢他一步，可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后招？你又怎么知道他不是故意让你赢这么一步？一旦被他利用、牵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您这是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师傅，我赢了。新娘子怎么没坐花轿，也没盖盖头？听到了吗？有人问你呢。我可不是一般的新娘子。我今天给你挑这个马夫也不一般。周凤渊，你平日里穿的花枝招展也就算了，怎么今天还穿红色？本公子爱穿什么就穿什么，你管得着吗？诸葛马夫，今天本姑娘大婚，说句吉祥话来听听。叶煞还没有抓到，你们别得意得太早。双喜临门，叶煞你赶上了。国王千金大婚，且我等做证婚人。征兄，苗某，荣幸之极。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三位大人能来，那是给我宗某的面子，天大的面子。传闻钟兄爱女如命，今日嫁女，不知钟兄是否有点不舍呀？谁说不是呢？小女啊，自有顽劣，如今有人娶她，也算了却了我一桩心事了。可是钟兄啊，你在这定风阁嫁女，这阵仗未免有些太大了些吧？外面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神捕营有什么要紧的行动呢。你如此谋划，岂不是将在场的所有人置于险境之中吗？这万一出了事，你将如何收场？只要计划得当，徒儿有信心能够保证在场所有宾客的安全。方副座，这位是羽林郎统领霍宗耀霍将军，多谢将军今日前来鼎力相助。见过霍将军。钟兄，你我不必客气，事关重大，说说你的计划。这北冥啊，是我的儿徒，不是赘婿，不能在府上办宴，自然得找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了。啊，有理有理。是。好，来了。好，来，三位请。好好好，好，大哥请。先得请。恭喜啊！恭喜恭喜恭喜！
天地。二拜高堂。那雪曼呢？你考虑过她的感受吗？婚姻之于女子何其重要！这些年，她为你付出了多少情谊，盼望这一天又盼了多久？难道你想让她在这一天还担心自己夫君的安危吗？你们刚说的我都听到了，我赞同师兄的计划。师妹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爹爹，这确实是我期盼了很久的婚礼。可在此之前，女儿首先是个捕快，身为捕快就不能任由凶手逍遥法外，不能任由无辜者枉死。我与师兄受朝廷俸禄，受百姓供养，便是上刀山下火海也不能却步，何况只是一场婚礼。而且，若是能借此婚礼成功缉拿叶煞，便是我与师兄给自己最好的新婚贺礼。爹，师兄他从来都没有输过，我比任何人都相信他。明天一定不会有事儿。的出刀光剑影。此番与叶煞交手，万一我有个闪失，有你陪在他身边，为师也就放心了。师父，您这话的意思？北冥，这不是师命，是师父作为一个父亲对你的请求，也是为师最大的私心了。师兄，你在为爹爹担忧吗？你放心吧，爹是捕王，从未失手，抓到叶煞手到擒来。师妹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我跟师父办案多年，无论对手多凶残，局势多凶险，师父都是淡定从容。可我从未见过昨日他那般神色。什么神色？师父他像是在交代后事。爹，您怎么来了？给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你的嫁妆。爹将家里所有的田地铺子的地契，全存在了钱庄，以此颁之为信物，可去取出。爹这辈子没攒下多少家产，可是全凑出来，也可以让你衣食无忧了。爹，听我说，你知道吗？女孩子家有了钱，才会有底气。来，让爹再抱抱。看你嫁人，爹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了。将来去了九泉之下见了你娘，也算是有个交代了。他昨日将这扳指交予我，说是我的嫁妆，他更像是托付。听闻来这定风阁，必游风波湖啊！这风波湖的美景，可真是惊中一绝。哎呀，梅兄所言极是啊！此事啊，我早已经安排妥当了。一会儿咱们就登船啊！湖光春色，美酒佳肴，岂不美哉呀？钟兄啊，先别着急，咱们先赏赏这院中的美景，然后啊，咱们再品上一杯香茶，如何？就听苗兄的。好。
好。师兄，我陪你一起去，帮爹爹缉拿夜煞。对不起，师妹，我答应了师傅，不能让你受伤。不要强行用内力充血，会受伤的。等我回来。各位大人啊，赶紧登船吧。好，请。请。好。诸位稍等。哟，新郎官来了。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陪您和各位叔伯一同登船游湖啊。你应该在房间里陪着雪曼。就是雪曼让我来的，她见几位叔伯兴致不减，让我不要丢了礼数。你看，有我陪着各位叔伯，怎么会丢掉礼数呢？再说了，这大喜之日，各位叔伯都不会怪罪的，对吧？赶紧回去吧。爹，我……北冥，听话，回去。哎呀，仲兄啊，既然新郎官有这份心意，新娘子也不介意，不如让她跟我们一起游湖，不会耽搁太久。我等啊，以沾沾新郎官的喜气。对，新郎官屡破奇案，我对这些案情啊，早就开始好奇了。今天正好当面讨教一番。不错，有幸跟新郎官当面讨教，不枉来此参加喜宴一场啊。庶子无知，何来讨教呢？再说了，今日大喜之日，哪能让那个新娘独守空房呢？北冥，回去。钟兄，如此固执，这船上不会另有隐情吧？钟兄，有话便讲，不必弯弯绕绕的。钟兄啊，莫不是心怀鬼胎吧？各位叔伯说笑了，我父亲爱女心切，不愿让雪曼独守婚房，承蒙各位叔伯抬举，晚辈恭敬不如从命。师傅，你就让我跟各位叔伯登船游湖吧。既然各位叔伯那么看得起，行吧，那就一同登船吧。谢师傅。哎呀，贤侄啊，就问你屡破奇案呐，没想到一表人才啊！你一定要多敬我几杯酒啊！当然。今天可是要一醉方休。行。怀疑我们是夜煞，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吗？看来我们想走还走不成了。沈不赢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拘禁朝廷命官！此事我一定会禀报陛下。钟云赤，你就等着被治罪吧！哼！诸位大人稍安勿躁，若未得陛下首肯，我沈不赢怎敢如此安排？什么？此事是受陛下之命？三位大人不必如此惊慌，只要三位大人能够很好的配合我们审问调查，查出夜煞真凶，解我大齐之忧，抓住凶手夜煞，事后钟某人定会上门谢罪。
按照卷宗所说，你们就是用马车之计，就把叶煞的罪名安在了我们3人身上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没错。梅大人，可有什么疑问？疑问不敢有，但是论到嫌疑，肯定不止我们3个人。要是知晓沈大人去向之人便是叶煞嫌犯，那么在此船上有嫌疑的，还有制定此计划的钟捕王和萧神捕啊。若我和我师父有嫌疑，何必去破那3起案件，又何必大费周章的去引叶煞现身呢？贼喊捉贼，那不是最常见的把戏吗？就像背向流血泪和3位大人的真正死因，只要知道其中办法，任谁都能做得到。说的没错，殷二爷江湖上面的渊源颇深，知道了一些杀人的手段和奇巧之物。但是2位好像也是知道了之后才开始破案的，谁能说得清楚是殷二爷知道的早，还是你们知道的早？是啊，这苗天官知道3位大人的生活行踪和生活习惯，你们神捕营想要查这些东西，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？有意思。还有沈大人被刺一案，我们是提前知道沈大人在哪辆马车之上。你们师徒俩自然也知，而且沈大人是在马车内被暗器所伤，叶煞并未露面。据我所知，钟捕王的暗器功夫也不差嘛。案卷上面讲，囚犯是死在马车之上的，可当时在马车上面，只有你萧神捕1人，没有旁人作证，谁能够证明当时的死囚是死于窗外的暗器打杀，还是死于他身旁之人之手？在座的各位虽然都有嫌疑，但叶煞只有1人。苗某虽不善破案追凶之事，但对叶煞的身份却有一些自己的推断。今日之所见，更是验证了苗某心中的推测。苗大人，你是知道谁是叶煞了吗？苗天官，你想说什么？钟云赤，你还要伪装到何时？苗大人，休得妄言。钟捕王办案向来讲究法理法度，绝不做逾矩之事，朝廷官员人人皆知。今日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引我等上船，更是布下伏兵，设下生死之局。这是钟捕王一向遵循的破案之法吗？这分明是灭口。先将我等杀死，再将叶煞之罪名随意安在船内任意之人的身上，其余之人可以说成与叶煞搏斗时不幸丧命，从而顺利脱身。萧神捕，为何你师父执意不让你上船？因为你根本就不在他计划之内。我说的对吗？钟捕王，钟云赤，还是应该叫你叶煞。休要胡言！我师父请诸位大人上船，只为查验叶煞真身，从未想过要栽赃陷害，更不会加害于人。那我再给你讲个故事。苗大人，不要把事情搞到没有办法收拾的地步。既已上船，便没有回头路。什么故事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钟捕啊，这个故事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可案发这么久，想必萧神捕根本不知道你其实本就知晓“叶煞”2字的真正含义。你不告诉他，难道是担心你当年做的事情被他知道？
叶莎，还不认罪？还想让我继续说下去？不好，有情况！还没得到的时候，理想必早已出现。带来对我所有偏见，带来突出所有片面，我都不想争辩，睁眼终究逃不出我视线。龙吟呼啸，要不是我生来狂傲，借一发牵马，大剑风吹半夜，声声狂笑，让刀光割裂的东风，把宝剑逃离了水里。第十次如果被冲锋，四不尽手中的铁戟，于是台小背靠窗，把儿女情长的草鱼兽，用岁月的模样去刻刀上，带我拿下胜利的糖鱼肉。就用我的热血来燃起这数不尽、万不尽、万里的江，枪杆那红灯中笑而过，谁敢以双剑来代替这家国兴亡？抗击这天下的人，如亦不愿意身为人，担起这世界乱象。说是会溃，比落一样流干，但为招人这场也绝世没王良。谁的剑，谁在背后伤人？有人狂，有人傲，有人让仇报莫嚣张。路上有红尘荡，他苦海破孽障，他是火海笑沙场，魔神与民拔剑。夜叉，你看了，其实不必害怕拔剑。还没得到的时候，理想必早已出现。带来对我所有偏见，带来突出所有片面，我都不想争辩，睁眼终究逃不出我视线。龙吟呼啸，要不是我生来狂傲，借一发牵马，大剑风吹半夜，声声狂笑，让刀光割裂的东风，把宝剑逃离了水里。第十次如果被冲锋，四不尽手中的铁戟，于是台小背靠窗，把儿女情长的草鱼兽，用岁月的模样去刻刀上，带我拿下胜利的糖鱼肉。就用我的热血来燃起这数不尽、万不尽、万里的江，枪杆那红灯中笑而过，谁敢以双剑来代替这家国兴亡？抗击这天下的人，如亦不愿意身为人，担起这世界乱象。说是会溃，比落一样流干，但为招人这场也绝世没王良。谁的剑，谁在背后伤人？有人狂，有人傲，有人让仇报莫嚣张。路上有红尘荡，他苦海破
我孽障，跳上火海笑沙场，陌生与民拔剑。you